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关注。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003 vs 尼米兹，歼35电磁弹射器实现超越，编队整体战力基本追平。作为中国海军成立以来水面舰艇的巅峰，003型航母时刻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从最新曝光的进展来看，这艘航母的建造一切顺利。按照之前002型航母山东号的建造和海试速度来看，预计003将在2022年下水，2025年前后服役，成为中国海军未来15年的水面舰艇核心。作为全球海军的绝对霸主，美国海军目前在役10艘的尼米兹级航母，也同样是美国海军在未来15到20年的核心。在两者必然会出现交集的情况下，两款航母的性能和战斗力对比，对两国海军来说都至关重要。当然，美国福特级电磁弹射航母理论上会更加强大，但我们未来还会有与之对标的新型装备，因此这里仍然将003型与尼米兹级做一比较。从表面上看，两者性能对比似乎没有太大悬念，毕竟尼米兹级是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而国产003应该是一艘8到9万吨级常规动力航母，在体型上就有不小差距。但事实并非这么简单，尼米兹级毕竟是在上世纪60年代设计的型号，后续虽然经过美国海军的改良，但始终存在冷战早期的技术烙印，这并非小规模改动可以解决的。更何况003搭载的电磁弹射系统是国内近年发展的新型装备，这是未来将继续使用蒸汽弹射系统的尼米兹级难以匹敌的领域，因此两者性能并不会简单的出现一边倒的情况。首先来看看两型航母搭载的舰载机，就目前来说，尼米兹级航母搭载的舰载机联队各有不同，比如最新配置的卡尔文森号已经搭载了一个中队的10架 F-35C， 但其他9艘搭载的仍然全部都是 FA-18EF 战斗机。按照美国海军的规划，尼米兹级航母在2025年前后，舰载机联队的组成大致是20架 F-35C、22架 FA-18EF、7架 EA-18G、5架 E-2D、14架 MH-60直升机和3架 CMV-22B 鱼鹰旋翼机，其中 MH-60和 CMV-22B 负责反潜、搜救以及运输等辅助任务。中国航母搭载的对应型号是海直20和直18，基本满足海军的反潜需求。两者舰载机联队性能的真正差距还是体现在战斗机、电子战机和预警机等固定翼飞机上。国内与 F-35C 对标的歼35中型舰载机已经在今年10月底成功首飞。就目前来看，与 F-35C 的主要区别有2个。首先，歼35搭载了2台发动机，而 F-35C 只有1台。一般来说，同代战斗机中的单发和双发陆基型号在性能上没有本质差别。从早年的 F-4到之后的 F-14以及 FA-18系列，美国海军的现代舰载机一直都是双发型号。在其他国家海军装备的舰载机中，法国阵风 M、俄罗斯、印度的米格 29K、中国的歼15也都是双发舰载机，就连美国海军早年规划的下一代舰载机组合都是 F-22的舰载型号，以及更加梦幻的 A-12隐身舰载攻击机。冷战的结束使得美国海军失去了充足的资金，独立研发隐身舰载机，在美国国会的要求下，才极不情愿地加入 F-35联合战斗机项目。但美国海军对 F-35C 的抵触一直很深，在 F-35A 和 F-35C成军部署数年之后，美国海军在今年才正式部署第一个 F-35C 中队，并且日后美国航母上将一直出现 FA-18和 F-35C 同时部署的情况。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海军认为 F-35C 不能满足自身全部需求。相比之下，歼35的双发设计在作为舰载机时优势就非常明显。俄罗斯苏57的第5架原型机在飞行表演时，一台发动机突然起火，成功迫降后重新修复，又可以继续试飞，也是双发比单发战斗机可靠性更强的有力证明。除此之外，歼35的机体更加细长，机翼面积更小，凸显了其突出高速性能，以更好进行空战和超音速飞行定位。而 F-35则由于立项较早，当时美国海军空军仍然处于近乎举世无敌的强势状态，因此 F-35系列战斗机的空战性能要
要求较低，超机动性和超音速性能存在明显不足，主要精力花费在三军通用、侧重对地、对海攻击能力上。这些问题在歼35异军突起之后表现得更加凸显。由于 F-35C 的设计定位与未来海空战场需求存在明显偏差，在1对1空战中大概率会出现机动性明显劣势的尴尬情况。至于空警600舰载预警机以及在歼15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歼 15D 电子战机，目前外界还知之甚少。但由于陆基型空警500以及歼 16D 已经大规模进入空军服役，因此空警600和歼 15D 的研发和生产过程在理论上并没有太大技术障碍。以当下空警500、歼 16D 与美国 E2D、EA-18G 性能的初步比较来看，空警600和歼 15D 即使没有超越美国海军对应型号，但在技术上旗鼓相当，并没有什么问题。更重要的是，国内未来预计为003配备的歼 15T 可以彻底发挥其作为一款最大起飞重量33吨的重型舰载机优势，尤其是歼15本身内油充足，多达接近10吨，根本不需要外挂副油箱，还能搭载数量惊人的中距空导弹和对地对海武器数量。相比美国 FA-18EF 这款以中型机为底子改进而来的型号，显然拥有一定优势。因此在003服役之后，由于其搭载的舰载机都经过审慎研究分析，平台性能比较优秀，又有歼20、空警500、歼 16D 等相似的陆基型号检验，战斗力相当可观。而美国海军则由于之前对我国海军航母发展速度估计不足，舰载机技术定位偏低，使得003搭载的舰载机联队反而在性能上占据稍许优势。当然，考虑到尼米兹级航母的吨位要高出1万多吨，搭载的舰载机数量会多出约10%，这种质量优势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被美国航母舰载机的数量优势所抵消。但总的来说，两者舰载机联队大致是个旗鼓相当的局面。相比之下，003在舰载弹射系统领域的优势则是毋庸置疑的。从50年代末英国海军建造鹰号大型航母并搭载蒸汽弹射器以来，美国海军就一直投入大量资源发展蒸汽弹射系统。经过60余年的不间断投入，美国海军最新的 C-13型蒸汽弹射器可靠性、工作频率、弹射重量等技术标准已经达到目前的技术极限，属于毫无疑问的冠绝全球。国内想要在蒸汽弹射器领域追上美国海军，短时间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幸运的是，003正好赶上了从蒸汽弹射器到电磁弹射器过渡的技术弯道阶段。美国在弹射器领域的雄厚技术优势不能说瞬间荡然无存，但也从难以逾越变成触手可及。事实上，美国搭载新一代的电磁弹射系统的福特号航母在海试时，电磁弹射器系统出现了大小数百个问题，前后花费了近3年时间才得以解决，使得其在宣布服役4年之后，至今仍未进行实战部署。这是美国海军使用蒸汽弹射器时难以想象的事情。而目前国内的电磁弹射器，由于技术起步较早，又有顶尖优秀的人才率领团队大力攻关，因此陆上实验进展比较顺利，在2025年前后投入使用，在技术上并没有太大问题。先进电磁弹射系统在弹射频率、次数以及消耗能源等领域的优势，是尼米兹级搭载的 C-13型蒸汽弹射器难以比拟的，这也正是003的后发优势所在。接下来就是一直谈论比较多的护卫舰艇。一般来说，航母将会配备相应的大型驱逐舰或巡洋舰、驱逐舰或护卫舰，以及补给舰和核潜艇，组成编组健全、攻守齐备、保障有力的海上航母战斗群。国产901型大型补给舰已多次与航母及其他舰艇编队进行远洋训练，与美国海军同型补给舰没有什么差距。而 052D 和 054A 虽然在排水量、性能及垂直发射单元数量方面与美国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存在差距，但就目前来看，中国海军往往将 052D 和 054A 配对使用，从而形成 052D 主要负责远程防空，兼顾反潜， 054A 以反潜为主，兼顾中层防空的格局。凭借 052D 和 054A 充沛的服役数量，倒也能与美国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扯个平手。至于国产055型万吨驱逐舰，则在吨位、相控阵雷达、垂直发射装置等方面较之美国
国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或提康德德罗加级巡洋舰领先许多。虽然美国海军正在建造最新的阿利伯克3型驱逐舰，试图扳回一城，但中国海军同样也在建造下一批次的055改进型号。因此，在大型驱逐舰或巡洋舰领域，中方已经略胜一筹；而在核潜艇领域，国内长期受制于起步晚、经验少、技术不足等问题，比美国洛杉矶级核潜艇及正在发展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存在显著差距。但核潜艇的护卫职能比起大型驱逐舰来讲又明显降低，因此双方在护卫舰艇领域依然是打个平手的情况。相比之下，两者在动力领域的差距恐怕就比较大了。就目前来说，尼米兹级航母搭载的 A4W 核反应堆虽然在实战中并不存在理论上的无限巡航优势，毕竟其护卫舰艇需要补给，舰载机、舰员也不可能长期作战，但失去了舰用重油的掣肘，尼米兹级的补给速度、航空燃油及弹药搭载数量都明显高于003，同时其核反应堆的特殊运行方式相比于常规动力，其实还存在一个很少有人提及的优势，那就是热损耗。003型航母对中国海军的意义仍然是非凡的。苏联海军从60年代初期开始，先后建造了2艘莫斯科级直升机航母、4艘基辅级、2艘蒂比利斯级，耗费了近30年时间，才在80年代末开工建造乌里扬诺夫斯克号核动力航母，并且由于当时苏联没有彻底攻克蒸汽弹射器技术，使得乌里扬诺斯克号作为核动力航母居然出现了滑跃与弹射并存的尴尬状况。相比之下，中国航母发展的时间仅仅不足15年，但003型航母就已经在山东舰的基础上快速完成了从滑跃型航母到大型弹射航母的跨越，足以成为今后更先进航母的设计基础，从而在中国海军水面舰艇的发展史上留下一座巍峨的丰碑。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